所有 iPhone 12系列都要下礼拜发表，然后14寸的 MacBook Pro 下星期推出 ，Apple Glasses 也是同时发布，这有可能吗？ OK， 这个就大概几个小时前才进来的消息啦，所以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资讯哦，那我们来慢慢的来讨论它。 准备好，今天的会很长，我觉得我字幕应该会打到死。OK， 我们今天有2个部分，第一个我们就先讨论到苹果上礼拜发布他们发表会的时间，那会在9月15号，台湾时间会在9月16号的凌晨1点。那我们在这边也会进行直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同时间来参加讨论，那应该会很好玩，就会像一个直播趴一样。OK， 好，关于这个发表会，除了 Apple Watch、iPad Air， 那我们还能期待 iPhone 12和苹果眼镜吗？再来，我们会讲到一个 John Prosser 的其中一个线人。 那现在爆料还有揭露出来很多里面的肮脏的一些内幕 ，OK？ 那我尽量不要讲太多他们之间的纷争啦，因为他除了跟 John Prosser 跟其他的爆料者也有不同的纷争。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他有爆料出非常多未来产品，还有下个星期发表会的资讯，关于14寸的 MacBook Pro， 还有苹果眼镜啊，还有 iPhone 12，非常多的资讯。 那我们就现在讲第一部分，就是下礼拜的发表会，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上次直播大家有讨论到，就是大致上都还同意 John Prosser 还算准啦，因为还是精准的预测苹果在那一天会有什么动作。那时间点的区段基本上抓的还算准。那大家就是普遍的想法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怎么想。那现在大家所在讨论的大致上都是比较针对于 Apple Watch Series 6还有 iPad Air 的发布。那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首页上直播有人提到，你用手机的 Safari 点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 AR 的图像出来。那在这边就很奇怪，因为如果只是 Apple Watch 还有 iPad Air 的话，那基本上跟这个 AR 的关系并不太大。所以 AR 的话会有什么产品？会有 iPhone 12 Pro Max 配上 LiDAR 吗？因为以我们目前所知道。 iPhone 12 Pro Max 可能是唯一一台新的 iPhone 会有 LiDAR 的。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的就是苹果眼镜，因为苹果眼镜也是一个非常会需要依赖 LiDAR 还有 AR 的一个装置嘛。或我们可以看到将来 AR 苹果要怎么使用它，在一些比较现实的情况下，那也有人提到就是说，可能 AR 跟玩游戏跟电竞要怎么结合在一起，苹果会不会或许想到这一块？再过几天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首页的 AR 到底它苹果想要传达的是什么。希望就是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进来一起讨论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在 YouTube 直播的这个页面，苹果现在有贴出来了。那有人就是去找到里面的 metadata， 那可以看到说苹果在这个页面用了什么 tag 在里面。OK， 那我们来猜猜里面大概会中几项。那首先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 Series 6。那虽然我们都有期待说 Series 6就会发表，可是第一次在官方使用的这个 tag 里面看到他们用这个词。再来还有 iPad， 还有 iPad Air 一样都在预料之中。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在这里面我们有看到它里面有 MacBook、iMac 还有 MacBook Pro， 那其实这个很有趣，就是因为这个跟其中一个爆料线人所提出来的有点共鸣。那我们第2段会讲到这个部分。好，那再来就是 Illustration 还有 Digital Art， 那这部分我也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它我们点进去 AR 这个里面也就看到它这个苹果标志就是在空中画来画去。那这个也很多人猜可能是跟作画、画画或是创作有关系。那这个是单纯是说苹果在绘画创作上面会有更多的资源呢，还是就是在 AR 里面作画？那再来就是 Apple TV， 那很多人都在等 Apple TV， 那这边用的 tag 并不是 Apple TV Plus， 所以我个人期待是终于可以看到苹果发表新的 Apple TV。那这个等一下第2段也会讲到，就是说这个爆料线人所透露出来的 Apple TV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那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OK， 好，那今天这个第1段的部分，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 John Prosser 只猜对发表会的日期和时间，这样你们觉得它还算准吗？好，那我们就换到下一个部分要讲的。那刚刚提到所谓 MacBook、MacBook Pro 还有 iMac， 这边我相信提到的都应该是苹果晶片的 Mac， 这也有可能就是苹果在 Tag 里面放一堆他们自己的商品啊，一些 keyword 增加它的搜寻率。但是因为先前有一个自称是很多爆料达人的线人，他出来。那他在 Reddit 上面爆料出一大堆讯息，而且有问必答，就别人问他什么产品、什么时间，他什么都回答，非常有趣。John Prosser 一开始不承认他跟这个人有接触，那这个人后来有贴一些他们交流的一些 screenshot、日期、产品，那其实都跟 John Prosser 先前爆料出来的东西有相呼应，时间点也比 John Prosser 爆料出来的早。那 John Prosser 事后就也只能认了。那反正他最后的讲法就是说，这个线人要跟他要钱，那可是这样是违法的。那他不愿意给钱，所以故意这样搞，然后说这个线人
说是他 hack Jon Prosser 的频道，反正之间有很多 drama， 可是我们今天就是不会专注在这一块啦。那如果你们对他们之间的争论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那如果看不懂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讲，我可能以后要再讲一集，或是在 podcast 上面讲都可以。OK， 那今天的爆料重点就是他所爆料出来的产品还有时间点。那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所爆料很大部分都是下礼拜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爆料说这些下礼拜会发生，所以我们非常快就能验证说他的爆料到底准不准。OK， 那我们就先来讲，非常精彩。那首先讲一个我比较在意的，就是他说14寸的 MacBook Pro， 他说下礼拜就会同时间发表。OK， 那他说里面的 chip 叫做 M14， 就 M14， 那它的代号就是 M， 那可能就是 for Mac。然后它起调会是8GB 的 memory， 硬碟是512的 SSD， 然后会有4个 USB 4的口。那这边没有提到会不会有雷电。再来他说这个不会是13寸的，他确定。OK， 他说是一个全新14寸的设计。然后他说12寸的 MacBook 也不会先发表，会稍微晚一点。那他说价格部分会跟现在的 MacBook Pro 是一样的价格 ，OK？ 那这个很有趣，因为这个14寸啊，就像先前郭分析师还有其他 Bloomberg 的报道，都是在明年才会推出，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差异性。然后他说，就是旁边的边框会比较窄，基本上就是我们先前所期待在16寸看到上面的改变。然后他说还不会有 Face ID， 那他说可能9月底到10月底之间就会开始出货。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比较乱的，那我们就慢慢讲。那这边就讲 Mac 的话，他说 iMac Pro 的话是明年的6月 WWDC， 那13、14寸的 MacBook Pro 两个都会同时间贩卖。那13寸的就会保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设计，那它是使用 Intel 的晶片，然后14寸的新设计就是只保留苹果的晶片用。然后他说苹果有在考虑放入 LTE 的晶片在 MacBook Pro 里面，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先前有招募了一批 Intel 的工程师进来。他说12寸跟16寸的苹果晶片的 MacBook Pro 会是在明年春天出来，那这很有趣，因为很多人都说12寸的是今年底就会出来。他说 Intel 的16寸的 MacBook Pro 今年就不会有更新，不会到第10代的晶片。OK， 那他说苹果现在正在开发 Windows， 就是在他们苹果晶片里面，将来还可以使用 Windows。那这边没有很直接的去讲到说它是会用一个模拟的方式呢，还是说 Microsoft 现在在跟苹果一起研发怎么有原生资源的方式，这个没有讲清楚。我个人是偏向可能就是模拟器的方式。他还有说全系列的 iPhone 12都会在下星期发表。OK， 就是12、12 Max、12 Pro、12 Pro Max。都会同时间在下星期发表。然后他说120Hz ProMotion 是只有在12 Pro Max。他说因为12 Pro 的电池并不够去支撑这个 ProMotion。那其实这个在我们先前的影片都有这样的预测啦，这也不是什么新的消息。那最主要还是等它出来才知道。120Hz ProMotion 会在12寸的 MacBook Pro 上面有机会，他说不一定有机会。然后他说 iPhone 我们永远不会看到 USB-C 的接口。他说大概2年左右，我们就会看到完全没有充电孔的 iPhone。然后他说海军蓝这边叫做 Midnight Blue， 叫做深夜蓝确定会在新的 iPhone 上面。他说非常的漂亮。好，那下一个也是 iPhone， 他说一开始我们看到折叠 iPhone 会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折叠手机不太一样。那这个其实在先前苹果的专利资料里面有泄露出来，基本上就2个 iPhone 的萤幕，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接环的部分可以把它接在一起，我们也不会看到有弯曲萤幕的 iPhone。他说这样的系统是比较针对让 iPhone 可以做很多多工的事情，有2个萤幕可以分开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这样的目的一方面也是让 Handoff 可以支援的软体会更多。那这个其实我们先前里面也有讲到，我觉得苹果在全部的产品系列都换上自己的晶片，那这个对以后整个软体的支援度啊，在生态链里面的整合度会更高。那以后的 Handoff 再加上的晶片的效能更强，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在手机上面完成一些简单的剪片，合起来之后直接跳到 iPad 或是 Mac 上面去完成。然后再来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看到有触控萤幕的 Mac。他说苹果现在有尝试，但后来他们决定的结果就是说宁可在 iPad Pro 上面加键盘，那这样组合的使用度会比在 Mac 上面加触控式萤幕来的还要好。那当然这样或许也合理啦，你就必须要买更多的苹果产品，然后完成你要做的工作。OK， 然后他说 iPhone 12不会有反向无线充电在今年，然后也不会支援 Apple Pencil。然后他说有确定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边框是有变比较窄的。OK。然后再来讲到 Apple TV 的部分，他说 Apple TV 苹果现在想要的方向是跟
游戏主机结合在一起。那他说他会在新的 Apple TV 里面放进更强的影像处理器。那其实这个新闻先前一直有在讲，那有人传说苹果要做的电竞的主机是在 Mac 上面，有人说是在 Apple TV 上面，这个传闻一直都有。先前是觉得并不太合理，可是这边他的解释是说，现在我们所有的装置晶片都非常的强哦，在玩游戏上面，对开发者而言，他们的吸引力就是说，各种使用者，不管你是用 iPhone、iPad、Apple TV、Mac， 都可以买一个游戏，然后在所有的装置上面玩哦。那这样别人说他习惯在家里玩主机的人可以接着大电视，那手拿起来到你的手机之后可以接着玩，那所有的游戏啊，所有的记录全部都会连接在一起。他觉得这个是对游戏市场很有吸引力，然后对开发者愿意跳进来做游戏开发也很有吸引力。他说这个是苹果的看法 ，OK 然后下一个他说 AirPods Studio 今年不会有，他说应该是明年。再来就是苹果汽车的部分，他说苹果现在在开发的是汽车的作业系统，那他讲的是说会放在不同的车上使用，就很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CarPlay 一样。那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保留的，因为我们看到苹果现在在做汽车开发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往自动驾驶的方向。那我觉得有那么多的车商，那他们对自动驾驶的规格还有他们感应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苹果汽车的作业系统单纯就只是希望放一个软体到现有的硬体车上面，我觉得这感觉起来并不太像苹果的风格，因为我觉得 CarPlay 基本上比较像是一个中继的方式啦，那也只是一些资讯的一些传达啦。那如果到汽车的作业系统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包含到的范围太大。那以我认为的苹果，他们还是会想要软硬体的部分都自己一手包。OK， 所以这一点我有点保留。然后苹果眼镜，他说会需要依赖 iPhone 来做一些资讯处理，那这个我们也知道说一开始可能一定是这样子。然后 iPad Pro 今年不会更新。他说 iPad Air 我们不会看到萤幕下的指纹解锁，他说苹果没有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他说在开关键上面的 Touch ID 会被取消掉，然后这个只是一个 prototype，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会有 Touch ID 的按钮，然后藏在它的边框里面。这个我不太知道。OK， 然后他说萤幕的刷新率是60 Hz。然后价格还是会从$499起跳。然后这边讲一个比较好笑的，他说 Samsung 的 Note 20推出的时候，在苹果内部是被嘲笑的。其实可以看看啦，就是先前有一个人讲包装嘛，那其实连包装都能被电到爆的话，我觉得内部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我也是每次看每次笑。OK， 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资讯哈，我知道很乱，因为我觉得很难去整理，因为有太多了。因为这个很多就是别人问他问题，他直接回答，然后回答下面又有新的问题。那我会贴连结，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那我个人我觉得最期待的可能就是 iPhone 12也是在同个时间发表，对我而言，我再来就不用每一次有发表会又要熬夜，对不对？然后14寸的 MacBook Pro 也是。我先前一直以为我听到的都是在明年才会推出，那他说下礼拜就会推出，那我们也可以很期待。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下礼拜就能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虽然关于他爆料的内容，跟他跟 John Prosser 啊，跟 Bloomberg 之间的对话，这些都有得到证实，可是爆料的准确度，我觉得我们验证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等到发表会出来之后，我们去看对照他的内容，他对的几项，那我们可以再回来讨论。OK， 好，那今天我们来回顾今天的问题，会有2个。第一个就是 John Prosser 只猜对发表会的日期还有时间，这样算准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对于这位 Apple Cedar 2020的大爆料，你觉得里面会中了几项？还有你对他这些讲的这些项目啊，你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最后记得下礼拜2的发表会，我们在半夜会有直播。OK， 那如果有办法参加的人，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然后这个会是一个2个小时的产品发表会。那我先前认为，如果只是有 Apple Watch 跟 iPad Air 的话，那这个可能重要度可能还好。可是现在据这位爆料者的讲法，有这么多的产品要一次推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真的还蛮值得熬夜来看看的。那我这边不保证一定会有什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参加。OK， 好，最后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消息的话，记得订阅，然后按下小铃铛、按赞还有分享。OK， 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